当140亿美元这个数字出现在美国对台军售的账面上时，它注定将被载入史册。这笔军售的核心单拎出来，每一项都赫赫有名。先是爱国者3增程型拦截弹，爱国者的全系雷达也被打包送了过来，然后是 NASAMS 防空导弹，还有搭配美军现役最顶尖的防空大脑 IBCS 整合防空作战指挥系统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些装备放在一起，将为台湾防空带来一次跨时代的升级。那么这套被寄予厚望的顶级防空大礼包能否如期落地，又将为台湾带来怎样的影响？自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，仅仅是2025年一年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就超过了113亿美元，比拜登4年任期所有军售方案加起来还多，足足高出了将近40%。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8月4日，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在接过大绶警星勋章后，扔出一颗重磅炸弹，前面的110亿只是开胃菜。他有信心，特朗普很快就会向国会正式提交另一笔军售案，数字比之前还恐怖，高达140亿美元，折合新台币4400亿元。最终目标是帮台湾拉起台湾之盾这张现代化防空网。这笔军售方案早就在酝酿中了。6月的时候，卢比奥还在众议院听证会上透出消息，这笔大买卖正在审查中，只要审查通过，那它应该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。事实上，不仅数额庞大，这些装备拉出来足以让全世界眼馋。核心中的核心是450到500枚爱国者3增程型拦截弹，目前它就是爱国者家族里最能打的那一款，速度能飙到5马赫以上。但速度只是它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，真正的杀招是碰撞击杀。别的防空导弹是靠破片去炸目标，爱国者3增程型却是靠自己的弹体直接撞上去，动能撞击的威力就足以把目标彻底摧毁。而且因为不携带传统破片战斗部，它更轻更灵活，机动性更强。乌克兰战场已经验过货了。2023年初，第一批爱国者3增程型刚运到乌克兰，就干了一件让俄罗斯直呼不可能的事。俄军天天吹说现有的防空系统根本拦不住他们的匕首高超音速武器，结果爱国者一记物理碰撞直接把神话撞碎了。和他一起经历过实战检验的还有 NASAMS 防空导弹，这东西用来对付巡航导弹、无人机什么的绝对是王牌。2022年第一批 NASAMS 抵达乌克兰，接下来的表现只能用恐怖来形容，平均拦截成功率高达94%，甚至在2025年的一次大规模空袭中，一套 NASAMS 系统在短短2分钟内就拦截了11枚巡航导弹。2分钟11枚导弹，这效率放在防空作战里基本就是降维打击。但光有导弹不够，你得看得见目标才行，所以这套大礼包里还塞了另一件硬货 LTE-MDS 雷达。传统的爱国者雷达 AN-MPQ53 和 AN-MPQ65 存在一个致命的先天性缺陷，扇形扫描，它们只能覆盖前方有限的一个扇区，敌人只要知道你的雷达朝向哪里，从侧面或者背后发射导弹，那么爱国者就变成了瞎子。LTE-MDS 的出现彻底终结了这个漏洞。雷神公司给他安排了3个雷达阵面，一个主阵面朝前，2个辅助阵面朝后，3个阵面同时工作，就能实现360度全覆盖，没有任何盲区。2026年4月的飞行测试中， LTE-MDS 成功引导爱国者拦截弹在360度全向范围内命中空中目标。这意味着不管敌人从什么方向发动攻击， LTE-MDS 都能第一时间发现、跟踪并指挥爱国者导弹迎头拦截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 IBCS 整合防空作战指挥系统。如果说导弹是拳头，雷达是眼睛，那 IBCS 就是大脑。传统防空是封闭的，一套雷达配一套发射架，各玩各的。IBCS 彻底改写了这个规则，开放架构、模块化设计，即插即战，任何雷达、任何拦截器只要接入网络就能协同作战。雷达只负责探测，武器只负责发射，谁来看谁来打，由 IBCS 说了算。截止2026年7月8日，IBCS 已经完成了连续第34次成功的导弹飞行测试和第44次拦截。测试中 ，IBCS 同时接入了 IFPC 防空系统和 LTE-MDS 雷达传感器融合数据，指挥系统做出决策，拦截弹命中目标，没有一次失败，充分证明了这套系统的可靠性。把这4件装备放一起，我们就能发现，台湾之盾不再是什么宏大构想，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。因为我们台湾本身底子就不差，台湾目前拥有全球最密集的陆基防空网络之一，大概只有以色列和朝鲜能和我们比一比。但密集不等于有效，分散的密集只是靶子。台湾要做的就是整合这些密密麻麻的防空系统。目前空军手里握着3个爱国者导弹营，
，631营配的是爱国者2，632营和633营配的是爱国者3，加起来总共数百枚导弹。这配置放在10几年前完全够用，但放在2026年，漏洞肉眼可见。最大的问题不在导弹本身，在部署位置。这3个营全部集中在台湾西部、台北、台中、高雄，西海岸防得密不透风，东海岸的花莲、台东几乎没有爱国者覆盖。这个缺口不是秘密，几乎全世界都能看到。东部是台湾的防空后门，那么导弹和战机完全可以绕过西部密集的防空网，直插纵深。如果这次军售方案落地，增购的数百枚爱国者导弹足以再编成一个新的爱国者营，然后部署到花莲、台东一线。东部缺口一旦填上，台湾防空就从西重东轻变成了全岛覆盖。任何从太平洋方向袭来的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还没靠近台湾本岛，就要先过爱国者这一关。最关键的还是 IBCS 带来的体系整合。台湾现在的防空系统是什么状态？爱国者一套系统，天宫一套系统，各打各的，互不相通。雷达数据传不到对方的指挥中心，导弹发射架也收不到别家雷达的目标信息。IBCS 介入之后，爱国者导弹可以通过 IBCS 系统与台湾自制的导弹连接，形成一套密不透风的防空作战网络。爱国者负责高空， NASAMS 负责中低空，再往下还有复仇者以及正在研发的低成本拦截器。就算哪里的防空系统被打掉了， IBCS 还能随时调取其他导弹的数据，引导其他导弹发射。这套体系一旦建成，台湾就能拉起一张覆盖全岛、贯通美制与国造、整合高空与低空的一体化防空网。听起来很完美，但这些装备什么时候能到？最棘手的就是爱国者导弹。7月29日，五角大楼扔出一颗重磅炸弹，给了洛马公司一份价值高达586亿美元的爱国者3增程型导弹的生产合同。这是该型号有史以来最大一笔采购协议。从年初开始，五角大楼就让洛马公司提高产能，目标是把爱国者3增程型的年产能从600多枚提升至2000枚。洛马公司应声而动，阿肯色州卡姆登工厂的员工要从1200人增加到1850人，还要在2030年前投入80到90亿美元，对超过20处设施进行改造。波音也加入了扩产大军，五角大楼跟波音达成协议，3倍提升爱国者3增程型导引头的产能。8月初，诺格公司也接到了协议，要为爱国者3增程型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拉起来第2条产线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：爱国者3增程型产能翻倍。所有的扩产计划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时间点，2030年。在那之前，全球每年只有600到650枚的产能。然而，中东和乌克兰2大战场消耗的拦截弹就已经是天文数字。拿中东战场来说，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算，战前美国拥有约2200枚最先进的爱国者拦截弹，到7月，爱国者库存仅剩25%，想要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，至少需要3年。美国自己要补库存，其他国家也嗷嗷待哺。截至7月，美国批准向海湾国家出售的军火总额已超过410亿美元，其中约一半是爱国者拦截弹。这些订单全部挤在同一条生产线上。美国政府文件显示，从重新订购到交付导弹的周期约为30个月，2月后订购的导弹可能要等到2028年底才能交付。美国已经通知北约好几个国家，已订购的爱国者导弹交货会延期。到这里就要看台湾的订单在生产线上排到什么位置。第一优先级肯定是美国自身安全，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是像以色列那样有直接安全承诺的盟友。第二优先级应该就是印太地区及台湾。为了维持在太平洋的威慑，美国绝对要保证对台湾的爱国者供应。第三优先级是欧洲及乌克兰，这些国家只能拿剩余的产能。第二优先级这个位置听起来不错，但是那也要排队，美军自己要先补库存，以色列要补，中东那些签了合同的要补，这样算下来，台湾都不知道排到了哪里。我们前面说过，美国补库存都需要至少3年的时间。如果特朗普签字，国会通过，合同敲定，一系列流程全部都能顺利走完，那台湾这个450到500枚的新订单，也可能要到2031年甚至更晚才能拿到第一批货，而且还不排除有其他额外因素，比如特朗普会不会犹豫，那就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与其坐等别人供应，不如自己造。看看我们的强攻，中山科学研究院从2015年就开始秘密研发，2024年在九鹏基地完成双发拦截测试，今年就进入量产阶段。而且天宫4的拦截高度是70公里，比爱国者3增程型还高出10公里。如果爱国者迟迟无法到位，那高空防御完全可以先交给强攻。比起爱国者，强攻有一个绝对优势，
他们不用排队，生产线牢牢握在我们台湾自己手里。国防部正在干一件更狠的事，打造一套比 IBCS 还完整的防空指挥网络，正式名称叫环网2阶段经济工程，通俗叫法是环展计划。这套系统的目标是把台湾所有防空资产全部连进同一个网络，负责高空拦截的爱国者、天宫3型、强攻，负责中低空的 NESAMS、陆射舰2，负责低空近程的毒刺、复仇者，连带着海军军舰上的标准导弹都要一起接进去。传感器那边更夸张，乐山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、12K 空中预警机、陆基和海基雷达，全部数据实时汇入同一个平台，然后让 AI 接管，威胁一出现 ，AI 自动判断哪个目标最危险，用哪一枚导弹拦截效率最高、成本最低，然后直接下达拦截指令。4月的时候，环展计划已经完成了3军全系统共联测试。根据军方透露出来的消息，2026年底前这个计划就能正式完工。如果后续预算到位，2027年就可以正式部署。到时候和 IBCS 叠加 ，IBCS 负责高端防空任务，专门应对弹道导弹、高超音速武器；环展负责全岛联网和低空无人机蜂群反制。美制大脑加国产大脑双核驱动，简直爽爆了！现在的方向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们跑了2条赛道，一个是购买美制装备，一个是专心搞国产。就算暂时拿不到爱国者那些顶级装备，国产装备也能兜底。一旦爱国者到手，那就是给台湾之盾又上了一层保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这套军售方案最终能够成功落地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